熊哥一个人的野外生存，终于迎来了第一代杂交野猪仔的诞生。不仅猪群在逐渐扩大规模，鸡群的规模更是突飞猛进的增长。双排扣已经充满了乳汁，单独圈养和喂食，特意准备干燥的香蕉叶。准妈妈也在打造舒适的生产小窝。看来第一代野猪与黑猪的爱情结晶，不在今晚就在明天要诞生了。新一天的来临，熊哥已来到了山脚下的村庄，新搭建好的鸡舍也该迎来新的租客了。一口气购买了超过100只的鸡仔，鸡群扩大养殖正式启动。上山的道路经过3天的阳光暴晒，已可以正常的行走。虽然道路还是崎岖难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农场，将所有的鸡仔卸下。鸡舍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布置，在原先的基础上再铺设上防雨布，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稻糠不会渗漏，而铺垫上稻糠，则是为了让鸡群更好的适应环境，以及在夜晚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暖。小家伙们看上去都很健康，全新的环境让他们缩在了角落。别看现在只是很小的一堆，经过熊哥细心的喂养，过百只数量将在以后显示出惊人的规模。届时更令人惊叹的是纯正草鸡蛋的收获。熊哥私人农庄的打造也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好，放入专门喂养的粮食，前后2个已足够让这群幼崽吃饱。当然，清凉的山泉水也是必不可少。而这些专业的喂养工具，则是购买鸡仔的时候农户赠送给熊哥的。农庄里已经完全长成的鸡群和鸭群，熊哥也进行了喂食，并且每一顿都给足了分量。毕竟栽种的玉米已经迎来了丰收，它们足够支撑到下一季玉米的收割。然而即使再忙，熊哥还是会抽出时间来给野猪们抓痒，毕竟这是他和猪群建立情感的特殊方式。挂在屋前的香蕉已经完全成熟，尝上一根口感也很香甜，给猪群们来上一串也不是啥好东西，当做补充营养的小零食也比它全部烂掉好。农庄中的牲畜都已喂完，刚从山脚下回来的熊哥也要给自己做上一顿美食。这是一种球茎植物，它的果实可以用作食物的调味，仔细清理干净，全部切割成末，它将会用来给猪肉去除腥味。而这些猪肉则是熊哥早晨下山趁着购买鸡仔的间隙从农户的手中购买的，添加点颗粒状的调味料，全部混合在一起揉搓。今天的晚餐是正宗的荒野炭烤大肉串，修整出几根竹签，入了味的猪肉一片一片串上，准备好高温的炭火，用香蕉树段摆放在两边当做烤架，一根一根的摆放好，持续的翻转，15分钟的等待，一顿正宗的炭烤大肉串就焦香扑鼻。将肉块全部取下，给乖乖也整上一碗，自己有肉吃就绝不会让乖乖只喝汤，这是熊哥定下的信条。森林的小雨此时也很识趣，他来得很及时。熊哥坐在阳台上，享受着烧烤的同时，还尽享空气的清凉，有肉有菜又有饭，这才是真正的惬意生活。随着新一天的到来，补充完体力的熊哥又将投入到玉米的秋收工作。不过这次熊哥不想再汗流浃背了，他将连同外边包裹住的外皮一起采摘回去，这样的选择速度快很多。等到积累的数量足够，坐在阴凉下再一颗一颗的去掉外皮，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劳累。3个小时持续劳作，所有的玉米棒都已处理完毕，粮仓也已储存得满满当当。趁着天气好，将顶棚拆除，更多的光照可以避免玉米生根发芽。然而并不是将玉米存储好就可以结束，喂养鸡群鸭群还需要将玉米粒全数取下。但是熊哥在用手掌拨了一下后，就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这么多的玉米要是完全依靠双手，可能免不了持续性的水泡。制作一个专门的包玉米工具刻不容缓，锯上一节钢管，中空的内心刚好和玉米棒的中心相当，然后一头再切割出类似于齿轮的尖刺，只需轻轻的转动即可让玉米完整的脱落。现在已经足够省力了，然而创造性的发挥还未结束，熊哥还想更加的省力，用一根铁棍穿透钢管的另一端，然后再将其弯曲形成摇把的形状，用废弃的木板做出一个高低刚好的底座，最后再将钢管固定在上方，一个半自动的包玉米装置就已完成。将玉米对准，左右手完美配合，现在就是再多的玉米棒都可以轻松的解决。我小时候怎么就是没有想到呢？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随着第3天的到来，今天熊哥要为即将生产的母猪做准备，采集新鲜的锄桃树叶，制作一份补充体力的美食，可以帮助即将成为妈妈的黑猪更好的生产。当然新鲜的香蕉树干也不能缺少。再次回到农庄，所有的食材都要切割得尽量精细，只有足够细小，才能在蒸煮的时候让营养全留在汤中。精心准备的猪食已经做好，待其放凉才能正式喂食。当然在这期间，熊哥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准备。从黑猪双排扣的存奶量来看，今晚就极有可能会诞下幼崽，所以熊哥单独将其圈养了起来，这样可以避免被其他的猪群打扰。收集一些完全干燥的香蕉树叶，全部放在圈中。而黑猪妈妈也感受到了幼崽即将出生，她自己也在构筑用于生产的小窝。猪食已经放凉，黑猪也吃了很多，即使临盆日期就在今晚，它也会有足够的体力。这次又会有几条全新的生命诞生在农庄呢，一起期待吧。你见过初代杂交野猪幼崽吗？现在这里就是分娩的现场，
从外形来说几乎和野猪相似，但仔细看还是略有不同。然而杂交的幼崽是否可以正常存活呢？时间已至深夜，今天晚上注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熊哥必须要保持清醒，最大的一头黑猪很可能就会在今晚进行分娩。巡视一下农庄中的牲畜，7只小野猪正在扎堆取暖，它们会一直睁着双眼，直到光明再次降临。圈中4只成年野猪也是同样，聚集在一起会让它们更加有安全感。鸡群也是3、2只成群结队，时刻警惕森林中未知的危险，是所有生活在丛林中生物的自带基因。随着灯光以及熊哥的靠近，本能的反应促使野猪幼崽开始逃离，而被单独圈养起来。即将分娩的黑猪则更是显得异常的焦急，这毕竟是她第一次当妈妈，也许持续站立会比躺下更能让其感觉到舒适。新扩建的鸡场看上去也是一切正常，所有幼崽都分居2块，并拥挤在了棚舍的一边。而对于围挡在鱼塘中的鸭群来说，它们更加喜欢享受只有夜晚才能带来的私人空间。现在已是凌晨2点，最大这只黑猪已经开始分娩，它已生出了2只杂交的野猪幼崽。熊哥当然也没闲着，他在帮忙轻轻地擦拭干净幼崽的身体，并且让幼崽尽快吸食。母猪已经膨胀的乳汁，又是1个小时的等待。最年幼的第3只幼崽终于迎来了落地，这是小编第一次见到杂交野猪幼崽的模样。大大的耳朵紧贴着身体，浑身光滑，并且毛发也很短，几乎可以算是光秃秃的。虽然兼具着野猪的外形，但是好像个头看上去要稍大，也有着尖尖的嘴巴，但是鼻子又和野猪不同。刚刚降生的小家伙们看起来很虚弱，就连爬行都是跌跌撞撞，它们是否可以成功存活呢？转眼东方的天空已经破晓，森林被浓重的雾气环绕，农庄中所有牲畜都在尽情享受着清凉。一代杂交野猪已经可以独立行走了，然而体型最小这只直到现在都还无法单独站立，后腿呈现弯曲，以及体态都在预示着什么。小家伙状态并不太好，他需要继续和命运进行抗争。小家伙还需要持续观察，而熊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继续忙碌。将已经成熟的香蕉串喂食给7只小野猪和鸡群，它们看上去吃得很开心。野猪的体型都已长到了10多斤左右，不知道熊哥是会继续留下饲养，还是会将它们全部售卖出去。当然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他还要抓紧给刚刚分娩完的黑猪妈妈制作营养的美食。纯野生木瓜在农庄的周边生长了很多，是非常好的产后营养餐。熊哥采摘了很多，2棵木瓜树就足以收获到满满1背篓，依然还是精细切割，用山泉水完全煮烂，可以有利于营养被完全吸收。当然其他牲畜也到了需要喂养的时候，新扩建的鸡场重新更换上新鲜的专用粮，等到粮食吃完，就是这些小家伙该去探索丛林的时候了。而对于成年的鸡群和鸭群，熊哥还需要将新鲜的玉米脱粒，一顿喂上1盆的量就已足够。如果还有没吃饱的，周边灌木丛中的昆虫也会提供给它们足够多的蛋白质摄入。最后再采摘点新鲜的嫩叶，给野猪幼崽加个餐。如果只依靠玉米，会减缓它们的生长。猪食已经放凉，4只成年的野猪终于可以进食。这只已经怀有身孕的野猪应该会在不久诞生出幼崽。最后就是需要精心喂养的黑猪妈妈。然而此时圈中只看到了2只幼崽，令人惋惜的一幕还是出现了，体型最小的幼崽已经死亡。这对熊哥来说既是打击也是损失，他要将小家伙好好的安葬。你能猜到导致幼崽死亡的真正原因吗？新一天的到来，熊哥已赶完早市归来，他将玉米脱粒工具进行了改良，额外安装上了一个便于旋转的轴承，以及防止手掌被割伤的铁皮，直接将其旋转固定在木板之上，将会更加省力。当然实际操作的效果也确实比之前要好上许多。虽然杂交幼崽夭折很是让人痛心，但是饲养的其他牲畜还是需要尽心的喂养。经过了这么多天的生长，新一批鸡群的体型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可能是为了庆祝，也可能是为了化悲痛为食欲。熊哥再次宰杀了1只母鸡，而这次要做的则是纯正的荒野水煮鸡。1个月前开垦的新菜园已经迎来了蔬菜的丰收，它将会作为配菜一起食用。1个半小时的持续蒸煮，水煮鸡已经完全的软烂，金黄的外皮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这可是和饲养笼中的肉鸡有着本质的区别。先取出放凉，锅中所留下的鸡汤也是异常的鲜美，它可以被2次利用。将青菜放入蒸煮，含有香气的鸡汁会充分的包裹住每一根菜叶。当然熊哥所秉承的信条依然没变，他拿出了半只鸡，用来喂养乖乖和他的玩伴。又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干饭时间，连皮带肉撕扯下鸡腿，金黄色的外皮最有嚼劲，留着最后吃。鲜嫩的大腿肉沾上自制的料汁，大口的撕咬才能让香味直冲大脑。虽然今天缺少了小雨的陪伴，但是没有阳光照射的丛林也依然清凉。饭已吃完，查看一下存活下来的2只杂交幼崽，现在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和纯正野猪的区别。各位老铁不妨在评论区一人说出1条，看看在不久的以后，这些区别是否会有所改变。
初代杂交野猪幼崽显得异常暴躁，即使没有别的猪仔争夺乳汁，也展示出了十足的攻击性。它们继承了野猪爸爸的优良基因，并已成功的存活。照顾黑猪分娩的工作已经完成，熊哥该将精力投入到田地当中了。之前采收完的玉米地要赶紧清理，他要赶在最后的时间前将新一茬的玉米种植下去，所有的玉米秸秆都要砍倒清除。锋利的香蕉刀让这一切处理起来很方便。乖乖在腐烂的树根中发现了什么？这足够他玩上近1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森林被浓厚的云层覆盖，熊哥只用了2个小时就将所有的秸秆全部砍完。不过后续的处理就要等到明天了，因为瓜架上已经结满了丝瓜，再不收去可能就将迎来损失。从根部一条一条切割下来，尽量不把瓜藤扯断，也许还可以额外结出果实。这次的收获又很丰富，接近50斤的重量，自己根本不可能吃得完。熊哥决定在天黑之前下山将其卖掉，这样就可以换得部分收入，用于农庄后续的建设。然而下过雨的山路还是太过危险，熊哥必须要小心翼翼。本该退休的2手摩托也再次承担下了所有。接近3个小时的路程，熊哥已赶到了最近的村庄。红衣服的大姐听说是这附近有名的村花，熊哥很高兴能将丝瓜出售给她。他购买了5根，精挑细选，讨价还价，外皮被碰伤了的还不要。不愧是村花，对蔬菜的要求还挺高。而戴着红头巾的上一届村花也是从身后闻声赶来，她也要买上一些。据说丝瓜有着美颜的功效，看着熊哥这么标致的小伙，老村花不免有些心动。他一次性购买了8根。新老村花的捧场让熊哥一下就卖出了6公斤，顺利收获了42000元越南盾，开心的表情跃然于脸上。调转车头，剩下的这些丝瓜需要继续销售出去，熊哥要立刻赶往下一个村庄。终于卖完了，再次回到农庄，熊哥细细的清算一下，卖掉丝瓜的所得收入一共是15万越南盾。虽然并不是很多，但只要一点点存下来，农庄将会很快就能迎来崭新的面貌。一天就快结束了，所有的牲畜也都该喂食了。鸡群和鸭群都非常喜欢当季收割来的玉米，而对于还圈养在鱼塘中的鸭子来说，它们还不能吃太多的坚硬食物，毕竟它们还未完全成年。再次给新扩建的鸡场更换上粮食。随着鸡仔们的逐渐长大，按照现在的食量，熊哥每天都要进行2次精心喂食。猪食也已经制作好并放粮。7只小野猪近段时间一直被圈养在户外，它们的食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这对自己来说是好事情，说明它们即将到了可以销售的体型。剩下4只成年野猪，由于没有足够的猪圈，暂时也被关在了一起。如今它们也已形成了自己的种群。这头怀孕的野猪，熊哥已经可以感受到腹中幼崽的胎动，看来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它就可以进行分娩。最后就只剩下黑猪妈妈的喂食了。2只杂交幼崽现在都已成活，但是后腿看起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毛病。也许随着它们身体逐渐强壮，可以慢慢的自愈，但也可能会陪伴它们终生。当然这并不影响熊哥喜爱它们，毕竟长大以后，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新一天的来临，枝头的小鸟正在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而熊哥也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新一批鸡群已到了可以放养的时候，逐渐长大的体型不再适合继续圈养。切开鸡舍的一角，安装上便于上下的通道，所有的小鸡将逐渐的学会接受这片大自然。此时鱼塘中的鸭群看上去也已成年，熊哥决定拆除围栏，让它们融入到其他牲畜当中，将有利于它们更好的成长。当然这些拆除下来的木桩和纱网还可以被2次利用，重新将其插入地面，它们将是菜园的扩大与延伸。然而森林的大雨说下就下，虽然太阳依然悬挂在半空，捆扎用的竹片只能在住所中继续完成了。1个小时的等待，森林的大雨已停。然而还未等熊哥将工作完成，雨滴又再次滴落在眼前。熊哥不打算继续避雨了。菜园中的西红柿已经结出了果实，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秧苗出现了枯萎的前兆，看来要重新进行栽种了。不过菜园中其他蔬菜倒是生长得很好，这也给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安慰。趁着小雨还未停，熊哥准备将南瓜种子种下，毕竟已被淋湿的土壤有利于它的存活。挖出浅坑，每一个坑中放上3两颗，潮湿肥沃的黑土会提供足够的营养，还有养殖棚舍下方的斜坡。熊哥再次种植上了红薯茎叶。第3日的清晨，阳光已照射进丛林，2只杂交幼崽正在吃早餐，它们继承了野猪爸爸的优良基因。虽然黑猪有这么多的双排口，但是2个小家伙依然为了抢夺而差点打了起来。其他猪群的早餐，熊哥则选择了几根新鲜的香蕉嫩芽，偶尔让它们自己咀嚼。熊哥则可以适当的偷偷懒。再次查看快要分娩的野猪，熊哥很希望它能够给自己多产下几头幼崽。牲畜都已喂完，再次来到玉米地，砍下的秸秆都已经完全晾晒干燥，全部聚集到一起，点上一堆火，将所有的秸秆全部烧成草木灰，这样便可以给土壤增添上有机肥料，并且也不用再耗费额外的精力进行打扫。这里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国内不允许焚烧秸秆，请大家不要学习，
毕竟视频中的是越南。完美的一天再次结束。随着第4天清晨的到来，熊哥在粮仓中挑选了一批品相较好的玉米棒，完全手工脱粒，这样便不会将玉米粒的根部破坏。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播种完以后成活出幼苗。这一小篮子已经差不多了，趁着阳光尚未直射，要将玉米进行本年度的第3次播种。一点点刨挖出浅坑，每个坑中再撒上3、4粒玉米。整个上午的时间，原先的一整片山坡就已全部播种完毕，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放下所有的工具，熊哥要去寻找已经产蛋的鸭子。在这片灌木丛中一块岩石的下方，鸭妈妈已经开始了孵蛋的工作。在这样隐蔽的地方筑巢是它们的本能。这种鸭子是什么品种？有知道的老铁吗？这样打磨豆浆的场景，你有多久没有见到？而对于首次在农场中入冬的牲畜来说，又该做好哪些预防呢？新一天的到来，熊哥正在给农庄的牲畜喂食早餐。新一批鸡群在经过几日的放养，依然不敢外出的太远。熊哥用食物引诱它们彻底走出围栏。如今农庄已经有了近200只规模的鸡群了，多多让它们在丛林中觅食，才能适当减轻自己的压力。一份干燥的黄豆，这是熊哥下山时从农户手中购买的。先将其放在清凉的山泉水中浸泡5个小时。今天自己要进行优质植物蛋白的补充，而这期间可以利用起来完成其他工作。切碎除桃树叶制作今日的猪食，重新给香蕉刀安装上趁手的把手。因为自己种植的柚子很快就要到了可以收获的时间，他要先将周边的杂草铲除干净。猪食已放凉，所有小家伙和大家伙都已迫不及待，全都摇着尾巴紧紧跟随在熊哥的身后，生怕自己会少吃一口。7只小野猪还是需要单独的喂食，如果现在就让其和成年的野猪一起，它们很可能压根就吃不上几口。黑猪妈妈的2个杂交宝宝看上去已经比前2天更加的强壮，这圆圆的小屁股和它们的妈妈如出一辙，并且它们已开始对妈妈所吃的食物产生了兴趣。它们会比纯正的野猪幼崽更加早熟，该去清理杂草了。这是为柚子的收取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柚子的外皮已经开始发黄，熊哥采摘下了1颗，他要看一下内部果实的生长情况，以及辨别出口感如何。大口塞上2块，虽然还稍微有点酸涩，但是整体的水分和甜度已达到了可以采摘的标准。大片灌木丛已被尽数砍光，这个时候熊哥可能有些后悔将羊群卖掉，否则这么多青草足够他们尽情大快朵颐了。工作已经完成，此时黄豆已差不多浸泡完全，蓬松的豆体和松散的外皮表明了它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打磨的标准。拿出昨天晚上蒸煮好的芋头，先蘸上料汁整上几口，稍后才有足够力气来进行豆浆的制作。将彻底泡松软的黄豆外皮全都搓掉，鲜亮的豆体再尽数捞出，然后利用漂浮的原理再次将剩下的豆皮全都逼出。如果太多会极大的影响豆浆的口感。制作的环节正式开始了，搬出迷你版的石磨。如此精巧的设备当然是我们大中国传入的，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并且由鲁班大师发明创造出来的。熊哥在漏口的地方放置了一根竹片，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打磨成水的豆浆可以缓慢的流下。在食槽的中心添上一碗黄豆，单臂持续旋转即可利用磨盘之间的缝隙将其研磨成粉末。这个玩意有多少老铁亲手打磨过？小编也只是小时候转过架在地面上的那种超大个的石磨，当时全村只有1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你们可能用的是驴拉磨，而我们那边则是我拉磨。乳白粘稠的豆浆在熊哥的持续转动中正快速的堆积，由于太过于粘稠，无奈只能用手将其一点点的拨弄到盘中。如此浓厚的豆浆只在小时候的记忆中，现在街头购买到的豆浆不掺个几10斤的水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当然制作的工序还没有结束，将打磨好的豆浆分批装入沙袋之中，双手用力挤压，才可以将其中的豆渣尽数过滤干净。干净的生豆汁已经做好，想要食用还需要经过高温的蒸煮，而这些过滤出来的豆渣刚好可以成为喂食猪群的材料。豆汁已开，熊哥要享受一下自己打磨了半天的劳动成果了。盛装上一碗，仔细品尝好像还缺点什么，拿出储存的蔗糖，来上一点手挤的柠檬汁，浓厚香醇的口感完全对得起自己一天的操劳。随着第2日清晨的到来，山谷的微风带来了即将入冬的消息，早晚的气温已经开始偏低，而熊哥也要为农庄牲畜的过冬问题提前做好预防和准备。新建的鸡场重新铺上干燥的稻壳，这样鸡群在夜晚的时候就不会被冻脚了。最后将四周用雨布围挡，寒风不会直接灌入，也将会让笼舍中暖和许多。而对于猪群来说，昨日的豆渣配合着玉米糊制作而成的猪食，则可以更好地增强它们的免疫力。杂交初代小野猪已经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不过它还不能和这些哥哥姐姐们打成一片，它们依然需要在妈妈的庇护下才能更好的成长。当然，猪群的保暖工作也同样重要，自然干枯的香蕉叶是最好的选择。熊哥采摘了足够的量，整整2大捆已足够猪群使用。先给黑猪妈妈的圈中放入一些，它自己就会打造出舒适的小屋。而对于7只野猪幼崽，
将枯叶填满他们平时夜晚聚集的坑洞中，就可以让小家伙们自行取暖了。当然，大鹅和鸭群则不需要过多过冬装备，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羽毛温暖自己。鱼塘中，熊哥发现了有很多小鱼，全都齐聚在了岸边，它们都长出了可以辨认的个头。在水面上撒上一些细小的食物，等到它们长成，鱼塘中的鱼种将会更加丰富。当然，前提是它们可以在鸭群的追杀下成功存活下来。随着第3天的到来，熊哥也该为过冬做一些小小的准备了。入冬前的竹笋是最后的采摘时节了，很多竹笋都已长至1人之高。然而眼前这一颗已经被幼虫吃掉了鲜嫩的竹心，继续寻找又是一颗超大的个头。切割的手法和熊猫进食类似，一层一层剥掉外皮，白嫩的笋心只需要2颗就足够自己食用了。回去的路上再采摘一些藤花，它们可以作为腌制竹笋的调味料。再次回到农庄采摘足够多的小米辣，将藤花的果实处理干净，竹笋切成便于入味的薄片，简单的清洗后全部装入塑料瓶中，依次倒入辣椒和藤花，灌入1瓶放凉的白开水，以及自己手工酿制的酸味酱油。只需要10多天的腌制和储藏，一整个冬天，风味笋干将会伴随着自己的1日3餐。那么你知道热带雨林的冬天气温是多少度吗？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见证吧。